这饮料瓶到处扔，这帮孩子。哎呀，哎呀！ 秦明，谢谢。哎喂，你就别动了，万一再扯着伤口怎么办？没关系，这都多久了，我都好了。哎，你们俩在干嘛？彪哥只是住院了。你们这一杯咖啡、一束鲜花放在人家工位上，不吉利吧？这个是我妈托人求来的。你们法医部最近不是出的事比较多吗？可以图个好彩头。这算封建迷信吗？不算不算，这是林涛的一番心意嘛，代表着吉祥的祝福吧，收下吧。谢谢。谢了。喂，都看手机了吗？又过来了。彪哥这事上新闻了，也不知道是谁，嘴没个把门都走漏了风声。你说这案子还没破呢，这事儿传出去，引起社会恐慌就坏了。我刚刚接到林涛，哎，最近经常来法医部门啊？想调到法医部吗？写申请，我批复。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林涛都不适合当法医。不过如果你真的想来的话，可以给环环当助理啊。还笑？老郑，这脸皮越来越厚了。彪哥的位子怎么轮也轮不到你来做，你就别动这个脑子了。安然，医学院发现一具尸体，领导要求，如果是刑事案件，立即侦破，要避免学生们的惊恐情绪和不好的影响。明白，我们准备一下出发。好。我跟你们说啊，这片区域有闹鬼的传说，一般人还真不敢随便处理。这种地方只会激起人的两种本能反应，一种呢是恐惧，另外一种呢就是杀戮欲。哎，那你说是哪种？我觉得吧，应该是恐惧。废话，当然是恐惧了。正常人哪有那么多杀戮欲望？行了，赶紧工作。看完了，那边。凌晨7点左右的时候，接到了学校校工的报案，报案人50岁左右。他说，在他凌晨6点半清理后山垃圾的时候，发现了这具白骨化尸体。学校的监控都看了，没有问题。我听说医学院的后陵有闹鬼的传说，平时没人敢进啊。我们法医室也有很多这样的传闻，我们不也照样工作吗？这里既然是医学院的话，那么这具尸体有没有可能是丢失的标本，或者是解剖对象什么之类的？也就是说，这根本就不是一起命案啊！首先，任何一个正规的医学院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其次，就算出现了，学校也会先排查报案。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命案现场。这想法虽然天马行空，不过还挺有趣的。但是你确定你不是来搞笑的？那你确实挺可爱的。嬛嬛，开始工作。尸检这块就交给你们了，我再去监控室走一趟。死者呈俯卧状，头侧向右侧，左脸朝地，头颅已经完全白骨化。尸骨的上身穿着一件黑色的内衣，下身没有穿任何衣物。死者的左侧有一条黑色的内衣，死者的口中含着一团暗黄色的卫生纸。他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捆绑的物件是一根麻绳。除了腿部的少量肌肉和内脏风干皱缩以外，其他软组织就已经腐败殆尽，应该时间不短了。书上说尸体完全白骨化需要3个月的时间，不会那么长时间的。现在是1年中最潮湿闷热的季节，所有的潮湿热量都会聚集在尸体上。这里又是野外，昆虫很多。按照这个白骨化程度，大约估计有1万月左右。是那个电击连环凶手，是他干的。继续。等等，凶手用这3根竹签从死者的会阴处直接刺向了盆腔。足够深，应该是从子宫直接刺破穿到腹腔，这应该是凶器。真是混蛋！竹签的前端应该是血迹，我们把竹签周围的东西都带回去查一查，万一能发现指纹。死者下手位置的泥土颜色加深，是血迹无疑了。什么人啊，会做出这么变态的事情？豆蔻年华，真希望死者不是这里的学生。不管是谁，在遇害前都不应该遭受这么变态的折磨。只是现在刚开学，又是雨季，现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们想找到有力的线索更难。秦明，你在想什么呢？表情那么严肃。签名是他的，应该是他，但好像又不是他。那到底是不是啊？结束了。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廖哥醒了，能做笔录了。还真是个好消息。死者的舌骨没有骨折，但舌骨大角的活动度明显增加，这说明死者颈部遭受过暴力，但这并不是致命伤，倒有可能是导致昏厥的原因。现在的问题是，死者身边的地面并没有挣扎过的痕迹，从耻骨联合面的形态可以看出，联合面平坦致密。勾起已经基本消失，背侧缘刚刚形成，腹侧缘和斜面侧缘已经初具形态，这就说明死者的年龄应该在30岁左右。从牙齿的磨损程度来看，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年龄。现在已经基本可以确定，死者并不是在校女生，至少她不会是一个20出头的女孩。哎，学校的监控留档会保存多久啊3个月。我需要所有监控记录啊，没问题。不过后龄的监控啊，放假前就坏了，我跟领导说了，但是领导放假了。那最近3个月到访记录总有吧？有，都准备好了。好，谢谢。可以收队了，辛苦了。辛苦了。哎，好，那我们去那边看看。请。哎，等等。干嘛？你看你，
枯树叶都落头上。我顾不了那么多了，这不彪哥不在吗？我怕有什么疏漏，只能以精补拙。怎么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人总让我感觉不舒服。哦，他是学校的保安，帮了我们不少忙呢。有没有什么新发现啊？唉，白忙活一场。几点了？是不是该去看彪哥了？走吧。我们刚刚得到消息，在龙帆中学发现的女尸首里面也有这个删除键，我们就怀疑嫌疑人跟袭击你的人是同一个人。彪哥，目前只有你近距离接触过嫌疑人，换句话说，你是唯一从他手里捡回一条命的人，所以你的证言至关重要。我没有看清嫌疑人的脸和特征，但从袭击的速度和力量上看，应该是个年富力强的男性，身高在1.8米左右，但是体重没办法判断。嫌疑人目标明确，他攻击我，并不是想要我的命，电击才是他想要的手段，这是属于他的意识。那你觉得凶手为什么要把你当成目标？ delete 删除，大概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儿，让凶手认为需要纠错和抹掉，才会有这样的签名吧。不管怎么样，他袭击你，就是跟警方宣战，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姑息。对，彪哥你放心，我们一定将凶手绳之以法，为你报仇。哎，你说这话。 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毛病，但是怎么感觉哪儿都不对呀？绳之以法，为你报仇。我是不是还活得好好的？你瞎说什么呢？行了行了，都忙去吧啊！你好好休息。好。那师傅，我们先走啦。走了，彪哥。哎，再见。 张彪，我告诉你，这是我第2次看你受这么重的伤，躺在病床上，我不希望再看到第3次。明白。这次受伤，旧伤有没有复发？没有，挺好的。好。玉强，我有话想跟你说。 你说，离婚那天，在民政局门口，你转身就走了。其实我一直都没走，我在等着你回头。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等着你追上来？我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对，死要面子活受罪。好好养伤。遵命。辛苦了，赵老师。
您二位才辛苦啦，一整天都陪着我们统计在校人数，水都没喝上一口。应该做的。咱们学校没有失踪的在校生，这就是个好消息。总之，以后大家多注意吧。保安处已经下了死命令，24小时值班巡逻。行，那有事跟我联系。好的，您二位慢走啊。你慢走。走。关老师啊，你也辛苦了，早点去休息吧。主任辛苦，那我先走了啊。哎，拜拜。各位，这2个案子必须马上侦破。就现在掌握的线索而言，我建议啊，并案处理。还好彪哥伤得不重，我们要从他那里找突破口。先并案处理吧，等有了新的方向再讨论。法医这边情况怎么样？女性死者，结合现场和尸检的结果，我们判断性侵犯损伤导致的大失血是这位校园女死者的致命原因。死者年龄为30岁左右，尸骨腐烂程度显示，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5周前。30岁，那她不是在校生了。老赵呢，核实了全校的女性师生，经查证，全校只有7名女生在外实习，这7名女生已经打过电话了，剩下的全数在校。学校的监控出了问题，再加上最近是放假期间无人修理，所以我们在监控和出入校园的来往记录上，没有更多的新发现。如果要是社会人士的话，那搜寻范围就更大了。安然，继续。凶手在对死者行凶之前，曾扼其颈部，致其昏迷。这也就使得死者失去了求救能力，便于凶手将受害人拖入林中加以施暴。我们提取了死者的牙齿进行 DNA 检验，并入库对比，明天出结果。好。现在看来，受害者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遭受的非人虐待。希望我们能尽快抓到凶手。唉，死者只给我们留下一堆白骨，很多工作都无法展开。要是彪哥在就好。我相信彪哥就是一时钻牛角尖，他不是故意要隐瞒他的调查，又或许他是对你和你母亲有愧疚，想要弥补一些什么吧。我们法医的工作呀，就是从结果推理出过程，动机呢，不应该让我们来想。你这是在抱怨？抱怨是一种无效情绪。各位法医老大，请你们快点吧！今晚好不容易说服老张给咱们加顿宵夜，再这么磨磨唧唧的，人家不接待了。顺便说一句，今晚我请客。这话说的才像个富二代呢。谢谢环环。哎，明明是我请客，干嘛不谢我啊？这还不简单？你问我们去不去吃饭，但是环环并没有回答你，这说明你之前应该就问过他了，或者说是你特意邀请的他，而他有个附属条件，那就是要把我们带上一起，所以我们当然要谢谢环环了。你看，真像了吧？就你话多，赶紧的。好了，你们先过去吧，我收拾一下东西，马上就过去。
送给你。哇，好可爱的钥匙扣啊！不过你干嘛送钥匙扣啊？这个是报警器吧？报警器？你不会里面安 GPS 了吧？我怎么会这么变态呢？是他自带的。哎呀，最近杀人犯多嘛，万一你遇到危险，我又不在怎么办？他刚好替我保护你嘛。那我就收下。来喽！谢谢老板。你别客气，还有呢啊！好嘞，还有，谢谢老张啊，辛苦你了，这么晚还给我们加班。哎呀，哪儿的话呀！你们保一方平安也很辛苦，我就是尽一份心，体现一下咱们警民鱼水情。哎，这张老板可是越来越会说话了啊！那当然了，林公子都给了15%的服务费了，我再不说两句好听的，那也太不懂事儿了吧！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呀。哎，没见着秦警官，他是不是加班呢？他说他在收拾，一会儿就过来了。这也该到了吧？哎呀，非探视时间，打扰病人休息，你就不能顾及一下别人的感受吗？校园女尸案有没有兴趣看一下？还是没解，这小子干嘛去了？不用打了，彪哥给我发微信了，青青在他那儿呢。我知道了，是不是这小子发现什么新线索，要找彪哥单独谈？可他为什么要单独找彪哥？也许是知道了凶手的线索呗，毕竟彪哥是唯一一个从凶手手上活下来的人呀。那更要告诉我们了。不行不行，我得赶紧吃，不能让这小子吃独食，真的是。吃你的面吧，话那么多，人家要单独见面肯定是有理由的。这有点个人英雄主义了吧？也太不够意思。哎，你这有点上纲上线了啊！这么的热闹，聊什么呢？有没有我这个小老百姓能听的呀？各位，黑森林公众号已经写了，说有一个警员遇袭，好像和几起连环杀人案有关系。这位遇袭的警察，不会是咱们队上的吧？不好意思，老板，我们有规矩的，不能乱说。老张啊，这个呢就是个无良公众号，他为了博人眼球啊，发了不少的标题党文章，您可不要轻信啊。我知道，现在啊，婚丧嫁娶丝符合这5字真言就能上热搜，那些个公众号啊，我都不信，满目荒唐言呐，那是满嘴无实话。不过受伤的如果是彪哥，那未必是个坏事儿。他跟李队的事儿没准能缓和呢。什么意思啊？就在我店里啊，那天店里人不多，李队的声音特别洪亮，我无意听到的。他们好像在商量分手还是离婚的事儿啊？什么？你们不知道啊？呀，我是不是说错话了？我赶紧走。确实有一点不容忽视。电击杀手的作案手法虽然独特诡异，我母亲的案子并没有出现性犯罪的行为，可这起白骨案很显然，凶手具有强奸和性虐待的行为。之前的2起案子并没展示出性犯罪特征，但并不意味着电击杀手没有性虐倾向，是个疑点，但不足以表明杀手是同一个人。也有可能是模仿作案，所以我需要更多类比。相信你之前也做了不少功课，我需要你帮我判断一下。标字的全拼后面3个7，电脑的密码，在E盘里有个隐藏文件，文件名是 X， 里面有我搜集的所有资料。谢了。
不客气。我还需要你帮我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个案子里会出现性虐待的行为？对于电击杀手来说，杀人过程没有偏差，没有犹豫，干脆直接，冷血果断。性虐待这件事情，完全不像是他的风格。电击和性虐的确不符合逻辑，也不是他会做的事儿。所以，死者遇到了2个变态杀手，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那么依你看，凶手的作案目标有什么样的共性？这个我还没有想清楚。好，那你好好休息吧，谢谢你的配合。秦明，你说话的态度和语气让人不舒服。嗯。是我申请调一段监控录像，秦明住院期间的监控。这怎么回事啊？我九表姨居然跟彪哥离过婚！哎，先不说离婚这个事儿，他们什么时候结婚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就是啊，我跟彪哥那么久，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不科学呀！是啊，有什么科不科学的？人家结婚离婚还要跟你们汇报啊？太八卦了。我们这哪是八卦呀？一个是关心自己的九表姨，一个是关心自己的师傅，有什么问题吗？又不是打听小道消息。我看你们俩怎么就那么像打听小报消息呢？秦明来得正好，快坐，快坐，快坐，快！跟彪哥聊怎么样？他帮了大忙。哎，有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或者说有没有聊别的事儿？和我家九表姨之前的事儿？你还不知道吧？我跟你说。喂，要我们在一块儿呢，要一块儿过来吗？那你等我一下，接个电话。秦明，你说人会变吗？会啊，但改变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每个改变都会有动因，只要动因足够强大，就会促使人们改变。我觉得你说的对啊，一个人要改变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你会变吗？比如你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无时无刻在证明你是一个好法医，一个选择正义的好警察，永远不会伤害别人。这些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对不对？黑与白永远都是对立的，做出了选择，我就会坚持下去。我相信你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改变了，可能是你并不了解我，新的发现让你误以为是我做出了改变。回家吧。秦明，安然，早。早啊。
运气真的是一件很悬的事情哎。大海里真的捞到针了。平时在 DNA 库里找匹配的人入海底捞针，这次啊，真给我捞着了。死者的身份确定了，是一个叫雪子的女性。雪子，不就是我们昨天晚上讨论过的黑森林公众号的创始人吗？所以你说这事儿悬不悬？受害人雪子，原名黄欣，30岁，是公众号黑森林的创始人兼主编。10年前呢，是一位特别知名的情感作家，因为在网络上热议张养欣事件，成为了网红。后来得到投资人的青睐，便成立了公众号黑森林。黑森林创刊至今，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往往会出现10万加阅读量的爆款文章。在这里呢，我个人总结了3点特征：耸人听闻的标题，主观猜测的内容，再加上撒狗血的3观。可能喜欢雪子的人和不喜欢雪子的人一样多。林涛，你呀，回头再去一下黑森林公司，再调查一下。还有安然，雪子的姐姐大约在半个小时以后到。我建议啊，不要让她姐姐看到雪子的事故。明白。但是我在想，如果网民知道医学院后林闹鬼的一具白骨是黑森林公众号的创始人雪子，那又会引起一波网络热议，这对我们警察破案可不是一件好事儿。各位，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说，我认为凶手可能另有其人，而且还兼具了目击证人，见到了这个所谓的电击杀手。不管他是1个人还是2个人，不管这个案件有多么复杂，我们首先要沿着死者的身份来进行调查。可是，如果这另外一个凶手有性虐的手段，那说明他很有可能会再次犯案，因为这是这类凶手的共性。都听到了吧？抓紧时间找到这个凶手。见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明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爱与恶。被遗忘的故事，封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爱怎么会无解？残酷的真相在转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举止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公式，回应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